生死之事，宛如一团浓重且神秘的迷雾，自人类诞生以来，便深深萦绕在人们的心头，始终是最为神秘且备受关切的话题。人在生命终结故去之后，灵魂究竟飘向何方？又需历经多长的时光，才能踏上转世投胎的路途？古往今来，无数的先哲、学者乃至普罗大众，皆被这一问题紧紧揪住思绪，投入了无尽的精力去探寻，然而却始终难以寻觅到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。在佛教那浩如烟海、蕴含着无上智慧的经典之中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在这部经典里，大愿地藏王菩萨曾针对生死轮回这一宏大而又神秘的命题，做出了极为深刻且精妙的开示。地藏菩萨这位以其无与伦比的慈悲胸怀，毅然立下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这般惊天地泣鬼神宏大誓愿的大菩萨，肩负着掌管幽冥界的重任，宛如一位不辞辛劳的摆渡人，全力度化着六道之中的芸芸众生。正因如此，他对于生死轮回的种种隐秘细节与内在规律，可谓了若指掌，仿佛洞悉生命密码的智者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在一场殊胜至极、充满祥瑞与庄严氛围的法会上，他怀着悲悯众生的深切情怀，向与会的众人缓缓揭示了决定人死后投胎时间的3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这3个因素究竟是什么呢？它们又为何会如同命运的齿轮，精准且直接地对灵魂处于中阴身状态时的停留时长产生影响呢？或许我们能在地藏菩萨那如浩瀚宇宙般深邃的无上智慧之中，找到投胎转世这一神秘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终极奥秘。那是一个满月高悬的夜晚，皎洁的月光洒向大地，为世间万物披上了一层银纱。而在那遥远而又神圣的忉利天宫，此刻正闪耀着金碧辉煌、令人目眩神迷的光芒。无数身着华服、周身散发着祥和气息的天人，如同众星捧月一般，紧紧环绕在释迦牟尼佛的座前。他们身姿端正，神情专注而虔诚，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佛陀，静静地聆听着佛陀宣讲那蕴含着宇宙智理、能开启众生智慧之门的妙法。这一日，释迦牟尼佛怀着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的宏大愿力，特意邀请地藏王菩萨从幽深神秘的幽冥界跨越重重空间，升至这光芒万丈的忉利天宫。其目的便是期望地藏王菩萨能为众生解开生死轮回那错综复杂、神秘莫测的谜团。只见地藏王菩萨身着一袭庄重肃穆、尽显佛法庄严的袈裟，那袈裟的纹理细腻而清晰，仿佛每一道褶皱都在诉说着佛法的博大精深。他手持锡杖，锡杖上的环佩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，发出清脆悦耳、仿佛能穿透灵魂的声响。其头顶宝珠绽放出耀眼夺目、仿若能驱散世间一切黑暗的光芒。那光芒柔和而温暖，照亮了周围的每一个角落。再看地藏王菩萨的面容，慈悲祥和之感扑面而来，他的眼神中满是对众生的怜悯与关爱，令人在看到的瞬间便不由自主地心生敬仰与敬畏之情。他在佛前极为恭敬地行了顶礼之仪，动作规范且充满诚意，随后迈着沉稳而坚定的步伐，缓缓坐于那象征着清净与智慧的莲花台上。此时，一位名叫光明的天人从众天人之中缓缓站起身来，他身形修长，气质高雅，周身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只见他双手合十，手掌紧紧相贴，指尖微微向上，这一动作饱含着对菩萨的深深敬意。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恭敬，又隐隐透露出一丝忐忑，毕竟所问之事关乎生死这一极为重大且神秘的话题。他向地藏菩萨请教道：大士慈悲，弟子心中有一疑惑，在心中反复思量，却始终拿不定主意。
不知是否该将此问题道出。地藏菩萨看着他，面带微笑，那笑容如同春日暖阳，瞬间驱散了光明天人心中的忐忑与不安，温和地说道：但说无妨，莫要有所顾虑。光明天人深吸一口气，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接着说道：我有一位亲友，在度过了完整的一生后寿终正寝，至今已然逝去3年之久。这3年来，家人对他的思念从未有一刻停歇，日夜牵挂，心中满是忧虑，十分想知道他如今究竟身在何处，更渴望知晓他何时能够转世投胎，好让一家人能再续这珍贵的人间缘分。请问大师，人去世之后，一般情况下要经过多久才能投胎呢？这其中是否存在固定不变的期限呢？殿内的其他众人听闻此话，就如同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颗石子，瞬间泛起层层涟漪。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，眼睛紧紧盯着地藏菩萨，因为这同样也是他们心中长久以来一直苦苦思索，却始终未能得到解答的疑问。每个人都迫切地渴望从菩萨口中寻得答案。地藏菩萨听到问题后，并未立刻作答，而是稍作沉吟。他微微闭上眼睛，似乎在凝聚心中的智慧，又仿佛在与冥冥之中的某种神秘力量进行沟通。片刻之后，他缓缓睁开眼睛，随后他的声音如同洪钟一般，厚重而有力，响彻整个天宫的每一个角落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众生对于生死之事，大多如同置身于迷雾之中，心存诸多疑惑。今日便借着这殊胜的机缘，为你们一一详细解说。人死后，神识脱离了原本的身体，并不会如同人们想象的那般立即投胎转世，而是会进入一种被称为中阴身的特殊状态，在阴阳两界那模糊而又神秘的边界之间徘徊游荡。至于中阴身停留的时间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，完全取决于3个关键因素。众人听后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，更加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，每个人的眼神中都充满了渴望与专注。地藏菩萨缓缓说道：第一个因素便是业力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并非只是简单的话语，而是宇宙间颠扑不破的真理。生前一心向善，积极造作善业的人，其灵魂在中阴身状态相对停留的时间较短，并且比较容易凭借自身的善业之力，循着善道进行投生，开启新的生命旅程。而那些昧于良知，肆意造作恶业的人，尤其是犯下忤逆十恶这般严重罪行的，其灵魂所形成的中阴身可能会长时间在阴阳两界徘徊，承受着巨大的身心煎熬，仿佛置身于无边的黑暗深渊，难以找到能够投胎转世的地方，不断在痛苦中挣扎。地藏经中明确记载，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宜为设伏，以资前路，或悬幡盖即燃油灯，或转读尊经，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。这样做的目的，正是为了借助这些善举的力量，帮助亡者消除累世积累的业障，从而减轻其在中阴身状态所遭受的痛苦。光明天人听了地藏菩萨的讲解，若有所思，脑海中思绪翻涌，接着问道：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生前造作善恶业的数量多少、程度轻重，会直接决定中阴身停留时间的长短呢？地藏菩萨听后微微点头肯定道：没错。瑜伽师地论中提到，若福业胜者，顺乐受业速的成熟；若罪业胜者，顺苦受业速的成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个人如果在生前积累的福业强大，那么与快乐感受相应的业力就会迅速成熟，牵引着他快速投生到善道。反之，若罪业占据主导，那么带来痛苦的业力便会更快成熟，使得其中阴身状态延长，难以轻易解脱。所以说，业力强大的人，其在生死轮回中所产生的牵引力也更强，自然投胎也就更快。此外，还有第二个因素，
牵引力地藏菩萨继续开示。众人听到这个新的因素，脸上纷纷露出疑惑的神情，彼此之间交头接耳，小声议论着。紧接着，有人忍不住大声问道：何为牵引力？这牵引力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呢？地藏菩萨看着众人求知若渴的模样，耐心地解释道：牵引力包含2个方面，一是业力牵引，二是亲情牵引。前世今生的因缘关系，就如同一张无形却坚韧的大网，将众生紧密相连，会形成一种无形却又强大的牵引力。例如，若人在生前有着强烈的未了心愿，这份心愿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，紧紧牵扯着灵魂，或者存在极为深厚的情感纽带，无论是对亲人、爱人的眷恋，还是对世间某些事物的执着，这些都会成为影响投胎时间的重要因素。地藏经中记载，是诸众生若得闻一佛名、一菩萨名、一辟支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悉得解脱。如果有亲人为亡者念诵佛号，虔诚的做善事，并将功德回向给亡者，这种源自亲情的力量便会如同春风化雨，对亡者的去向和投胎时间产生影响，有可能帮助亡者减轻痛苦，走向更好的归宿。这时，一位白发苍苍、面容和蔼的老者忍不住上前一步，恭敬地问道：菩萨，要是我们为亡者多做功德回向，能不能加快他们投胎的进程呢？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早日摆脱痛苦，开启新的生命。地藏菩萨慈悲地看着老者，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，说道：善哉，你问得很好。亲人诵经念佛，做善事回向，确实会对亡者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然而，这样做并非单纯为了追求加速投胎这一结果，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帮助亡者获得更好的去处。倘若亡者业障深重，按照因果报应，本应承受相应的痛苦，你们的回向就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一盏明灯，可以减轻其痛苦。要是亡者福德具足，你们的回向则能如同助力的翅膀，帮助其上升到更高的善道，获得更为殊胜的机缘。众人听得如痴如醉，完全沉浸在菩萨的智慧开示之中。此时只见地藏菩萨身上的光芒愈发璀璨夺目，仿佛在向众人昭示佛法的无边力量。地藏菩萨稍作停顿，调整了一下气息，缓缓道来：还有第3个因素，这是决定投胎时间最为关键、最为核心的要素。此因素涉及宇宙因缘最深奥的运作机制，其复杂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。一时间，天宫之中万籁俱寂，仿佛时间都凝固了一般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，仿佛连呼吸声都会打破这神秘而庄严的氛围。地藏菩萨双目微闭，进入一种极为专注的状态，似乎在以自身的灵性感应冥冥之中的天机，探寻宇宙间最为隐秘的规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缓缓开口说道：这第3因素实际上是众生尚未参透的生死大秘密，它关乎因缘际会、时节因缘，其中蕴含的奥秘犹如浩瀚宇宙般深邃无垠。随后地藏菩萨缓缓睁开眼睛，目光如电，仿佛能穿透世间的一切虚妄，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位众生，郑重地说道：第3个因素便是因缘成熟。所谓因缘成熟，指的是投生条件是否完全具备。一位年轻的天人，面容青涩，眼神中透着好奇与疑惑，忍不住问道：何为投生条件？这投生条件究竟包含哪些方面呢？地藏菩萨详细解释道：投生条件包含3个方面，即父母因缘、时节因缘、业力因缘。这3者相互关联，相互影响，缺一不可。即使中阴身已经在冥冥之中做好了转世的准备，但若找不到合适的父母，就如同种子没有找到适宜的土壤，或者时机未到，如同花朵未等到绽放的季节，又或者业力不相符，就像船只在错误的航向上行驶，都无法完成投胎这一关键环节。
阿含经中记载，三是合会，入于母胎，一者父母和，二者是其时节，母婴有胎，三者中阴现前。由此可见，投胎并非随心所欲，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，而是需要多种因缘巧妙合，如同精密的齿轮相互契合，才能顺利运转。光明天人听后恍然大悟，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，说道：原来是这样，那么菩萨能否明示中阴身一般会停留多久呢？我们都很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。地藏菩萨摇了摇头，表情略显凝重地说：这并没有固定的时长。俱舍论中提到，中有7日住，若不得缘可至7日，意思是中阴身至少会停留7日，在因缘不具足的情况下，最多可达49日，但这只是一般情况。世间众生的业力千差万别，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。有些人因为业力深重，所造恶业如同沉重的枷锁，可能在中阴身状态滞留更长时间，甚至长达数百年，在痛苦的深渊中苦苦挣扎，难以解脱。地藏经中记载的婆罗门女，其母亲因生前杀生食肉，犯下诸多恶业，死后堕入恶道，受尽折磨。婆罗门女凭借着对母亲的深切孝心，以及对佛法的坚定信仰，虔诚地进行供养、礼拜、诵经等修行活动，最终凭借这些善举的力量，帮助母亲得以解脱。也有人因为善业强大，如同纯净的莲花在善的滋养下绽放，死后几乎立即往生净土或善道，无需经历中阴身阶段所可能遭遇的痛苦与迷茫。就像阿弥陀经中所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直持名号，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这便是上品上升的境界，能够直接超脱生死轮回，不会遭受中阴之苦。一位老者接着问道：菩萨，若人死后想要尽快去往善处，生前应该如何修行呢？我们都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，为自己的未来铺就一条光明的道路。地藏菩萨慈悲地看着老者，回答道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生前修行是决定死后去向的关键所在，犹如在人生的旅途中选择正确的方向。首先应当恪守5戒，即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这5戒如同5条坚固的堤坝，阻挡着人们滑向恶的深渊。其次，要多行善事，积累福德。每一件善事都如同在人生的天平上增加一颗善的砝码。再者，修习禅定，让心念保持清净，如同擦拭心灵的明镜，去除杂念的尘埃。最后，发菩提心，努力利益众生，将个人的修行与众生的福祉紧密相连。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说，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临命终时，作善作恶，皆悉现前，所以生前多积累善业，死时自然无所畏惧，去处也会殊胜，如同光明的种子必然绽放出光明的花朵。一位女子眼中含泪，神情哀伤，上前问道：我母亲去世已经1年了，这1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，却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，我应该怎样帮助她呢？我真的很想为她做些什么。地藏菩萨目光柔和地看着她，眼神中充满了同情与关爱，说道：你如此孝顺，这份孝心十分难得。想要帮助去世的亲人，可以做以下几件事。其一，诵经念佛，将诵经念佛所获得的功德诚心回向给亡者，这就像为母亲在黑暗中点亮一盏明灯。其二，行善积德，把所做的每一件善事的功德都回向给母亲，为她积累善缘。其三，斋僧布施，普度众生，通过这种方式将善的力量传递出去，也能为母亲带来福报。其四，放生护生，增长福田，每一次放生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，也能为母亲的往生之路增添光明。其五，印经造像，弘扬佛法，
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佛法的智慧。这份功德同样可以回向给母亲，但一定要记住，心态是最为重要的。然而，执着于人身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身难得，如今已得；佛法难闻，如今已闻。应当精进修行，求证涅槃，追求更高层次的解脱。正如法句经中所言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。寂灭为乐，不应仅仅局限于对人身的追求，而应着眼于生命的究竟解脱。说到此处，地藏菩萨的光芒愈发耀眼，那光芒仿佛能穿透宇宙的每一个角落，照亮了整个忉利天宫，也照亮了每一位众生的心灵。他最后开示道：众生应当知晓，生死轮回就如同车轮旋转一般，永不停歇，周而复始。投胎转世看似获得了新生，然而实际上若不能觉悟，依然是在无尽的苦海中沉沦。若想要真正解脱，摆脱生死轮回的束缚，应当修习佛法，证悟无生，洞悉生命的真谛。心经中说：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生死本为空，轮回如梦幻泡影，一切皆为虚妄。领悟这个道理的人，虽然身处生死之中，却能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不会被生死所束缚。而不领悟此理的人，纵然经历千百次投胎，依然如同在黑暗中徘徊的行者，被困于苦海，不得解脱。生死之间的流转，看似有着清晰的界限，实则紧密相连，如同昼夜交替，互为因果。众生在这漫长的轮回之路上，因无明而迷失，因贪嗔痴而造业，进而陷入无尽的生死循环，备受煎熬。众天人听后，心中豁然开朗，原本萦绕在心头的诸多困惑，此刻如云雾般渐渐消散。他们的眼神中不再有迷茫与恐惧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死轮回之理的深刻理解和对修行解脱的坚定信念。光明天人起身，再次向地藏菩萨恭敬问道：菩萨慈悲，我已然明白了投胎的3个因素：业力、牵引力和因缘成熟。那么若人想要减少中阴身的痛苦，生前应当如何准备呢？我们都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充分的铺垫。地藏菩萨慈爱地看着光明天人，目光中满是期许，缓缓说道：善哉，善哉，你能问到如此关乎生死大事的关键问题，实在是难得。生前的准备大致包含3个重要方面。其一是修习清净心，务必做到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贪心如同无底洞，让人永远无法满足，从而陷入无尽的追逐与痛苦之中。嗔心似烈火，会烧毁自己的理智与福报；痴心则如迷雾，使人看不清事物的真相。只有摒弃这贪嗔痴3毒，才能让心灵回归纯净，如同清澈的湖水，映照出世间的实相。其二，要修行6度万行，积累福德资粮。6度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布施能去除悭贪，培养慈悲心；持戒可规范行为，避免造作恶业；忍辱让人在面对逆境时保持平和的心态，增长自身的福报；精进督促我们不懈努力，在修行的道路上勇往直前；禅定帮助我们收摄心神，获得内心的宁静；智慧则能让我们洞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不被表象所迷惑。通过践行这6度万行，如同不断积累财富一般，为自己在生死轮回中储备足够的福德资粮，以便在关键时刻能够顺利地走向解脱之路。其三，要忆持正念，常常念佛号或心咒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无论行住坐卧，都要将佛号或心咒铭记于心，如同随身携带一把开启解脱之门的钥匙。佛号和心咒蕴含着诸佛菩萨的无量慈悲与智慧之力，当我们一心称念时，便能与这股强大的力量相应，
获得佛菩萨的护佑与加持，特别是在临终之际，更要依靠正念的力量，保持清醒的意识，不被业力所牵引，迷失方向。地藏经中说，难言菩提众生，举心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所以我们应当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内心，觉察每一个念头的升起与熄灭。一旦发现恶念，立即以正念将其转化，做到不造恶业。当临终之时，家人的协助也至关重要。家人应当助念佛号，声音清晰、平稳且充满慈悲，让亡者能够清楚地听到，跟随念佛的节奏，保持内心的平静。同时点亮明灯，象征着为亡者照亮通往光明的道路，驱散黑暗与恐惧。切记，家人此时不要大声哭泣、喧闹，以免干扰亡者的正念，让其心生烦恼与牵挂。如此一来，即便亡者无法立即获得解脱，也能够极大地减轻中阴身的痛苦，早日寻得善处，投生天宫之中。佛光普照，祥瑞四溢。地藏菩萨的教诲宛如甘露洒落在干涸的心田，滋润着每一位众生的心灵，让他们心开意解，如拨云见日般，对生死轮回有了更为透彻的认知。众天人纷纷虔诚顶礼，五体投地，以最崇高的敬意感恩菩萨慈悲开示生死的奥秘。他们的心中满是对菩萨的敬仰与感激，以及对修行之路的坚定决心。而地藏菩萨最后的那句话，生与死看似是两个端点，实则为一体。生时的所作所为决定了死后的状态，若想要善终，应当从善生开始，更是如同一记洪钟巨响，深深震撼着每一位听闻者的心灵。这句话如同明亮的灯塔，为众生在生死的茫茫大海中指引着方向，又似一把锐利的宝剑，斩断了众生对生死的迷茫与恐惧。它在天宫中久久回荡，余音不绝，也在每一位众生的心中种下了觉悟的种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颗种子必将生根发芽，绽放出智慧与解脱的花朵，引领众生走向光明的彼岸，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，实现究竟的涅槃。